当黑龙江佳木斯的夜幕缓缓沉降，一场罕见的粉紫色极光悄然漫过天际，仿佛宇宙为北疆大地披上了一层流动的轻纱。光带如丝绸般横贯苍穹，时而如瀑布倾泻，时而如羽翼轻颤，将整片夜空染成朦胧而深邃的色调。寒风掠过旷野，却吹不散这光影交织的静谧，连远处的林海雪原也被映照出柔和的轮廓。站在这样的星空下，人仿佛被轻轻推入一个超越日常的梦境，所有关于时间与距离的焦虑都在此刻悄然溶解。我不禁感叹，自然界的馈赠往往以最沉默却最磅礴的方式降临，它不索取掌声，却能让所有仰望者瞬间学会谦卑。原来，真正的美从不需要喧哗的铺垫，它只需在恰当的时刻静静绽放，便足以唤醒我们心底久违的悸动。极光并非凭空生成的幻象，而是太阳与地球磁场之间一场跨越1亿5千万公里的精密对话。当太阳风携带的高能带电粒子流抵达地球磁层时，它们受磁力线引导，沿极区漏斗状通道螺旋坠落，与距地面80至500公里高层大气中的氧氮原子发生剧烈碰撞。被激发的原子在返回基态的瞬间释放出特定波长的光子，从而编织出连绵的光幕。佳木斯此次呈现的粉紫色调，正是低空氮分子电离与中层氧原子辐射叠加的产物，其色彩层次随大气密度与粒子能量动态变化。科学的理性拆解非但没有削减极光的神秘光环，反而让我更真切地触摸到宇宙运行的内在秩序。每一次微观粒子的跃迁，都是物理定律在夜幕中的具象书写，提醒我们人类虽栖居于尘埃之上，却能用公式与望远镜读懂星辰的密码。在中国版图之上，极光并非寻常可见的风景。佳木斯地处北纬46度左右，虽未落入传统极光活跃带的核心区间，但在强地磁暴期间，极光椭圆会显著向南扩张，使这片黑土地有幸沐浴在宇宙的光辉之中。这里冬季漫长干燥，空气通透度极高，人工光源干扰微弱，为天文观测提供了难得的天然舞台。当粉紫光晕笼罩松花江畔的雾凇林，北疆的凛冽与宇宙的温柔便在此刻达成奇妙的和解。我忽然意识到，中国辽阔的地理纵深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奇迹。从南海珊瑚礁到漠河雪原，从青藏高原到东海群岛，每一寸疆域都蕴藏着独特的自然叙事。佳木斯的极光不仅是气象偶发事件，更是祖国山河多元生态与空间广袤的生动印证。寻常认知中的极光多以翠绿或乳白为主，而此次佳木斯上空的粉紫色却显得格外空灵与稀缺。这源于大气成分的垂直分层与激发机制的差异。绿色光通常来自200公里以上高空的氧原子跃迁，而粉紫色则主要由100公里附近氮分子受激辐射形成。当不同高度的发光层在气流扰动中交错叠加，便呈现出如油画般柔和的渐变色谱，边缘泛着微弱的绯红，中心则沉淀为静谧的紫罗兰。色彩从来不是静止的装饰，它是光与物质碰撞时的情绪显影。粉紫色的极光让我联想到东方美学中的气韵与氤氲，不刺目却深邃，不浓烈却绵长。自然以天穹为宣纸，用物理法则作墨，挥毫出一幅无需提拔的诗意长卷，教人懂得留白才是最高级的表达。当卡布勒下划线周身清澈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在夜色中缓缓流淌，与极光的光影律动形成奇妙的声化对位，一种超越感官维度的共鸣悄然发生。他的歌声如极光般轻盈纯净，既有现代音乐制作的空灵质感，又饱含对故土山川的深沉眷恋。旋律的起伏与光带的明暗交替，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音乐不再是单纯的背景音，而是与天文现象共同编织的情感介质。我深深体会到，艺术的真正力量在于它能将不可捉摸的自然奇观转化为可触摸的心灵震颤。周身的吟唱像一座隐形的桥，连接了宇宙的浩瀚与人间的烟火，让我们在仰望无垠时，也能听见自己血脉里流淌的乡音。随着智能手机影像技术与天文摄影门槛的降低，佳木斯极光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引发广泛传播。摄影爱好者架起三脚架与赤道仪，用长曝光记录光带的轨迹，普通市民也纷纷举起手机，将这份属于中国人的星空浪漫分享至亲友群与公共平台。短视频、直播与全景影像让转瞬即逝的奇景得以数字留存，更让未能亲临现场者也能通过屏幕云观集。科技确实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却也温柔地提醒我们，像素里的震撼终究替代不了亲身立于寒风中，呼吸着冷空气的那份战力。当千万人同时为同一片夜空驻足感动，这不仅是流量的狂欢，更是集体审美意识与自然敬畏感的集体复苏。极光的频繁现身，往往与太阳活动周期的峰值阶段紧密相连，
当前太阳黑子数处于上升期，日冕物质抛射频率增加，地磁扰动随之加剧。这不仅为公众带来视觉盛宴，也促使科研机构加强对空间天气的监测预警，以防范其对卫星通信、导航系统与电网设施的潜在影响。同时，极光作为高层大气状态的天然指示器，间接映射出人类活动对电离层环境的微妙扰动。在沉醉于自然之美的同时，我更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并非地球的旁观者，而是生态与宇宙网络中的活跃节点。保护暗夜环境，减少光污染，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极光，更是为了守护这颗蓝色星球的呼吸节律与生态韧性。从佳木斯夜空的粉紫光带，到周深歌声里缓缓铺展的山河长卷，这场天文与人文的相遇，最终凝结成一句朴素却深情的告白：我的祖国这么美。它不只是一次气象奇观的影像记录，更是一场关于文化认同、空间归属与生命敬畏的精神仪式。当我们仰望同一片苍穹，感受同一种震撼，个体的微小与国家的辽阔便在无形中悄然缝合。我始终相信，真正的美从来不是孤立的风景陈列，而是人与自然、个体与时代、理性与诗意交织而成的生命共同体。愿我们都能在匆忙的日常里保留仰望的习惯，在平凡的日子里珍视那些不期而遇的奇迹，因为祖国的山河正以它独有的节奏，默默回应着每一个愿意为之停留的目光。